你为什么当律师？那舅舅，无论我选谁，他们都不会生气吗？不要把他们想得这么狭隘。所以你到底要选谁啊？宋律师一个人在吃饭啊？宋律师，你这个案子办得真不错，难怪有人常说，一个案子可以让一个律师成长起来。宋律师，我记得这个案子我们好像是联合办吧？为什么你这么喜欢用点评的语气啊？联合？宋律师是高估自己呢，还是以前语文没学好？我不知道什么叫联合，我只知道叫配合。那可能孙律师有所不知，我之所以愿意来办这个案子呢，是因为黄主任答应了我，如果这个案子办成了，我将会成为成泰的高级合伙人。不然我为什么会愿意跟你来办这个案子？你说对吧，老孙？没什么事的话，我就先走了。宋律师，既然你这么有自信，那我就回静海了。不过我要提醒宋律师一句，红丽的签字尽快拿到手，快要开庭了。那我也提醒孙律师一句，你知道黄主任为什么会同意我来联合办吗？因为孙律师你来了成泰之后没有办成过一件事情，主任对你很失望。黄阿姨，我帮你拿吧。以前啊，孙坚每次回来都是这个点儿，会在小区门口等我，一把拉住我，大包小包的往自己身上拿。我们一起在小区里边有说有笑，一起回家。对不起啊，又让您想起伤心事了。没什么对不起的，一个人一个命。如果孙坚能像你一样，安安分分的做一份他喜欢的工作，这个点儿
应该已经在家吃饭了。跟我进来吧。被告代理人，我想请问原告陈冉，你和陈科是什么关系？陈科是我同父异母的弟弟。你从什么时候开始知道陈科的存在？大概几个月前。仅仅几个月，这和陌生人有什么区别？你就可以带他来参加葬礼，并在我委托人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邀请他到家里来吃饭，并照顾你的女儿简小晨。你是否觉得这些，你完全没有必要和我的委托人商量？对方律师刚才用"陌生人"这3个字，来形容我和我弟弟之间的关系，我表示反对。我和我的弟弟是有血缘关系的，我们一起面对我们家庭的重大变故。在我爸爸去世以后，我邀请我的弟弟来参加爸爸的追悼会，我认为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如果被告认为这件事情我做的不对，有异议的话，那我也只能说，这是被告对亲情的漠视。那我想请问，你是一个对家庭忠诚的人吗？是。我换一个更简单直接的问法，你有没有做过背叛家人的行为，比如和其他男人约会？没有。可是根据你女儿和我委托人谈话内容得知，你曾经在深夜和一个叫田茂的男子来往甚密，甚至影响了你女儿的心情。以上所说是否属实？田茂是我爸爸案子的辩护律师，也是我爸爸的徒弟，我的师哥。关于爸爸的案子，我经常会有一些情况要跟他去了解。可是你们为什么会选择在家里进行案子的交流，而且是在被告出差期间？平时爸爸的案子如果有什么新的进展，我们都会随时交流的。那天正好是在家里，我也没有想那么多，而且我们确实没有任何不当的行为。你刚才说他是你的师哥，也就是说你们早就认识？对，这个有什么问题吗？如你所说，你们是因为案子见面，可是根据你女儿说，你们曾经在门前有过亲密的告别。我想请问，委托人家属和代理律师之间见面，需要有这种肢体上的亲密接触吗？清者自清。我的询问结束，谢谢。审判长，我想指出，原告陈冉所说的对家庭的重视，只是他的个人阐述。我们有必要怀疑原告陈冉和这位辩护律师之间有超出正常关系的举动。审判长，刚才对方律师说我对家庭有不忠诚的行为，仅仅是靠与被告的交流和口供。作为证据，必须要有完整的证据链，比如完整的视频或者是照片。如果有，请对方一并交出；如果没有，就请收回这些无稽的指控，否则会有诽谤、妨害他人名誉的嫌疑。审判长，我这里有一份资料要提交给审判长，请审判长看一下这个视频。播放视频。
这间房从我儿子走之后，我都没有勇气敢进来。这孩子呀，从小就知道自己的条件不如别人，一直都是靠自己。那是他的奖状。他创业这么久，一直跟我们说什么都很顺利。我们也不知道他在外面到底经历了什么。其实只要他开口，我们哪怕是倾家荡产，都会帮他把这个窟窿给填上。可是这孩子啊，就怕我们受罪，一个人扛下了所有。这是他跟联创签过的理财合同。一直以来，我都不敢仔细看。宋律师，你懂法律，能不能帮我儿子把联创给打赢？这个世道总是要讲点公平吧，总不能什么都由他大集团说了算吧？那个姑娘来找过我，看得出她并不是想脱罪，她也是想实打实的，想为孙坚做点什么。这些天的事情，我也想得清清楚楚了。从她的嘴里，也知道了孙坚为什么那么着急想要赚钱。说白了，就是想让我们老两口能过上好日子。我先生平时就在汽修厂打打零工，而我也只能帮人家搞搞卫生，带带孩子。就这么一点点的攒吧，相信总有一天能帮儿子把债给还上。您刚刚也说了，孙坚希望你们过上好日子，但现在全家举债，这并不是他想看到的，对吧？我相信您很爱他，所以我相信您会选择让他放心的生活。喂，方律师，我不是说过了，在法庭上不要说那样的话吗？法官对离婚案的判定，很多时候都有自己的感性成分在里面，让法官相信最重要。我就离个婚，有必要弄得那么复杂吗？离婚官司就是决斗场，既然已经开始了，对方死了你才能活。我不认同你的观点，好吗？你离过几次婚？一次是吗？你知道我打过多少次离婚官司吗？如果你觉得别的律师方法好，赶快另请高明，现在就跟法官说。其实过程无论如何，你想要的不过是女儿的抚养权。这个时候你得狠一点，也不失为对女儿的一种爱。我知道你想说什么，对方是有些龌龊。我这就是离婚官司，很难体面。这些短暂的不愉快，都是为了能速战速决。没有人会在这个时候心软。如果不是对方刚才说了泼脏水的话，你应该不会把曹慧的事说出来，对吧？
于文，我看到了，开庭前，你并没有拿出简佩然出轨的光盘。洋洋马上就要出庭了，幸好他没看到这些。法方会保护好洋洋，我也会保护好我的女儿。简小晨，在法庭上，你要如实作答。请被告律师提问。简小晨，我想问你几个简单的问题。你在家里的时候，你妈妈陪你的时间有多久？她不忙的时候，会送我去上学，接我下课，去辅导班。请你回答的再详细一点，比如，你妈妈在家跟你有没有交流？有时候有。就是说偶尔有。反对，对方律师这是在混淆概念。可以继续。你们平时节假日是怎么过的？有时候妈妈要加班，我就去奶奶家和姥姥家。有时候妈妈会带我去商场、游乐场。在你爸爸简佩然去东北之前，是不是他在家里跟你的陪伴和交流会多一些？是。在你爸爸去东北之后，你的妈妈是不是还是很忙？她是很忙，但是妈妈也问过我，她想要为了我换一份工作。我也想要妈妈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我也为她的工作骄傲。简小晨，我想问你，在你爸爸去东北之间，你有没有给爸爸打电话倾诉过对妈妈的不满？应该有。妈妈不让我打游戏。除了玩游戏呢？你有没有提到过一个叫田茂的人？请回答我的问题。反对，请对方律师不要问与本案无关的问题。这涉及到简小晨的心理状况，我请求提问继续。被告律师可以继续。这位叫田茂的人和你妈妈的亲密关系一度刺伤过你，所以你才会打电话给爸爸倾诉。反对，被告律师这样问孩子，对孩子是一种误导，也是一种伤害。对方律师，请你注意措辞。好的。是否跟爸爸提到或者吐槽过田茂？是有，是因为每次妈妈和他见了面都会不开心。我知道他们在聊我外公的事。你知不知道，如果你和妈妈一起生活，你外公的案底会影响你今后的工作选择？反对，请对方律师不要问在与本案无关的问题了。简小晨可以不用回答。我可以说两句吗？你请说。我不希望爸爸妈妈分开，在我心里，他们都很爱我，也都是世界上最好的爸爸妈妈。但我知道，他们两个出了一点点问题，如果分开，他们可以快乐一点，也可以。不管怎么样，我爱你们。就这些。原告有什么要补充的吗？洋洋，妈，妈妈想问问你，平时妈妈有哪些
做的不好的地方？有哪些缺点？很多很多。好，那你跟妈妈说说。我不喜欢妈妈不让我看电视，不喜欢妈妈不让我打游戏，我也不喜欢妈妈老拍我背，让我别驼背。我不喜欢妈妈为了我想换工作，我也不喜欢妈妈做的鱼不好吃，但我就喜欢每天早上起来，我喊句妈，她回句哎。原告，你还有什么要阐述的？这是我第一次站在这里，为自己争取权利。在这个案子里，我最想维护的人是我的女儿，所以我希望能够了解，我作为一个妈妈是否合格，是否可以承担我女儿接下来的生活和教育。我跟简佩仁先生结婚15年了，我相信我们两个在一起的日子更多的是快乐和幸福的。我们也都曾彼此那么努力的去营造过这个家，但是之后有一些触碰底线的事情发生了，所以导致我们两个人不得不站在这里并容相见。这是我们婚姻的失败，但是婚姻的失败不应该影响到孩子的未来。洋洋今年13岁了，从他出生到现在，我一直都在努力学习怎样成为一个好妈妈。我知道我自己有很多很多不足的地方，但是未来我会更加努力，去为我的孩子创造一个更好的成长环境。洋洋，妈妈特别感谢你来到我的生命当中，因为有了你，我才知道每天那么拼命工作、拼命努力是为了什么。因为有你，妈妈才知道每天身上充满了爱的力量是什么滋味。谢谢。我想这也是全天下的母亲都能感受得到的吧。所以，不管今天审判结果是什么，也不管孩子最后选择的是谁，我想我跟简佩然先生对洋洋的爱是永远也不会变的，永远也不会减少。陈述完毕。简小晨，法官想问你，如果爸爸妈妈分开，你有没有想过要和谁一起生活？全体起立。鉴于原告被告感情出现隔阂，我愿以尽到调解义务，准予离婚，判定双方平分夫妻共同财产。在原被告生活期间，双方共同抚养女儿，因此本院认为，原告对女儿的生活习惯、学习状况较为了解，且原告目前有稳定的收入，具有一定的抚养能力。考虑到简小晨系女孩，
目前正处于青春发育期，有母亲陪伴、照料和教育，比父亲更为有利。鉴于简小晨已年满13周岁，本院还征求了其本人的意愿。简小晨表示愿意随母亲共同生活。据此，本院判决简小晨由原告抚养，被告简佩然每月给付女儿抚育费5000元，至简小晨18岁止。现在闭听。妈妈要去见个人，你跟舅舅先回家好不好？我们陪你一块儿去吧。不用了，我一会儿就回来了，在家等我。走吧。走吧。舅舅，外公和你妈妈的婚姻也这么多事儿了。只能说比这个更复杂。但是你今天表现挺好的，特别勇敢，比我当时可强多了。所以，我奖励你，想吃什么说吧，我去给你买。不用。那我明天带你去游乐园。我还得上课呢。行啊你啊，你现在知道自己主动学习了，真棒。我爸妈都离婚了，能心疼心疼我，别说话带着嘲讽。不是我怎么嘲讽你了？你们女孩子作是不是都没有年龄下限的？要是你在我们学校还这么聊天，肯定没人和你玩。唉，行，看到你这么跟我对着干，我就放心了。放什么心？因为我知道爷长大的不容易啊。你瞪我干嘛呀你？说吧，想吃什么？我赶紧现在去给你买。不吃。你要咖啡？谢谢。你要冷水？谢谢。行吗？一回来就来烦你了。不烦我烦谁啊？清安的事情没能帮到你，其实我应该跟你一起去处理的。回来我才知道，我又错过了你人生的很多重要环节啊。没告诉你，怕你担心嘛。而且这件事情，我已经想得很清楚了。我很开心。你现在这个样子，越来越有点我的风采了，是吗？好吧。怎么样？那边的事情处理的顺利吗？不太顺利。肯定不可能一下子就会解决问题的。况且，程泰那边做了那么充足的准备。孙坚的家人态度很坚决吗？对我很排斥，还是要花多点时间的。程泰那边派的哪位律师啊？宋修和孙哲伟。哦，男女大结合。你现在越来越调皮了啊！近墨者黑。宋律师什么态度啊？其实我也是第一次那么纠结。
我不想让他因为我而为难。你变了很多。怎么说啊？如果是你刚来静海的时候，我问你同样的问题，你会回答过程不重要，结果好就一切都 OK 哦。可是现在的你呢？心里想的更多的是别人。那是好是坏啊？近朱者赤。哎，你现在啊，可以啊，越来越会往自己脸上贴金了啊，深得我言传身教啊。案子的事情你不要着急，我们两个一起再想想其他的出路。谢谢。好了，说说你吧。离婚那么大的事都不跟我说一声，我记你一大过啊。今天的庭审很顺利，法院准许离婚，洋洋也判给了我。果然是我欣赏的女人啊。用最温柔的方式办着最狠的事儿。你不也一样？用最狠的方式办着最温柔的事。那谁让我们两个是soul mate？一会儿啊，看来我们得去喝一杯，庆祝你单身。报告许律师，最近我还真的喝不了酒。为什么呀？怀孕了。谢佩然呢？他什么打算？换作是你，你怎么打算？这个问题太复杂了，已经超出了我的人生阅历了。那是因为你没有过孩子。当这个小生命在你的体内，你感觉到它的那一刻起，你就会充满了力量，变得更加坚强，无所不能。看来你已经有了答案了，那你还问我？那换尿布的事我可干不了，家长会的话，我还是可以去帮一帮的。想的比我还远呢。那是，明天我还得给孩子去买一点周边产品嘛，什么床我得先买了吧。早呢，大小姐。而且洋洋小时候的东西我还存了一些，应该可以接着用。你怎么那么抠门呀？人家二胎不要面子的呀。来，给爸爸听一听啊，给爸爸听一听。还早呢。他踢我啦！真的？咦，又踢我了！踢什么踢啊？还早呢，双胞胎。好吧，买2个床，有点费钱。早。早。我昨天找到的，曾经出现在黎明状告信里。这个人叫李东凯，是连创案件受害者，他一直在召集大家讨回公道。我想这个人或许对我们有用。这个李东凯，我之前已经联系过他了，但是他对明堂律师的态度呢，还是比较排斥的。他的排斥，大多数是因为我爸爸。我想他只是想讨回公道。晓之以情，动之以理，逐个突破。目前青木给出的条件是，我们明堂可以保留自己的品牌名称，并且在管理上我们明堂可以自己做主，但是他们要派几位合伙人入场，
诸位什么意见？狄主任，我们知道您的顾虑，但是目前看来，能不能等到联创的案子结束以后，我们再做定夺？联创的案子对我们明堂来说确实损害了很多名誉，而且程泰的意图也非常明显，他们就是想把罗润年的部分责任强加到我父亲的头上，以减轻他们的罪责。我同意两位律师的看法，目前当务之急，先挽回损失。联创的案子有什么需要我的，两位随时招呼。我倒觉得，我们未必非要选择和青木合作，他们委派合伙人，在管理上务必就会插手。啊，对了啊，还有一件事情，我想今天跟大家都说一下。脑瘤我得了。主任，什么都别说，就是因为怕你担心，才不告诉你，不是什么大事儿啊！在我心里您就跟我的家人一样的，这么大的事情，无论如何您应该先告诉我呀。哎呀，小冉，人生无常，生老病死，那都是自然规律。放心，我现在什么都看开了，你别多虑，啊。啊，对了，这封信呢是老陈出日前留下来的。他的意思是，如果将来他不再是明堂的高级合伙人，他希望你来接手这个位置。这也是我们当初创立明堂的约定。哎呀，老陈这个人呐，真是用心良苦。小然，我觉得现在是时候把这封信给你了，你自己决定，啊。我懂爸爸的良苦用心，可是我不能以这种方式接受。主任，我知道你对于明堂还有很多担忧，但是请你相信我，我已不是原来的那个陈然了。对于明堂的未来，我有责任。事情进展的怎么样了？大部分受害者已经同意签字了，但是死者孙坚母亲红丽的态度强硬，我想她未必会在开庭前签字。我们不能吊死在一棵树上。其他的受害者哪怕有100个，也抵不过孙坚一个。两手准备是可以的，不管你怎么做，到了最后的庭审，我想要的结果你必须得给我。明白主任的意思。宋修还留在庆安，就是明堂的人也去找过孙坚的家属，他们也在想办法找其他的受害者。明堂，说到明堂，想起我的师兄，风风雨雨这么多年走过来了，没想到最后打败他的居然是疾病。所以人这一生啊，真的是说不清楚。特别是我们做律师的，一定要好好的珍惜自己的身体。这样，安排公司所有员工进去做个体检。好。陈经理，我理解您的顾虑，可是现在最好的解决方式就是集体诉讼。您之前既然接触过受害群的网友，那应该有这方面的意向吧？
徐律师，不好意思，我还有事，先走了。被连创非法集资案件牵连的受害人人数众多，调查取证、说服证人作证的过程十分艰难。这些受害人，有的是中等收入人群，全职高薪，面对官司宁愿选择置身事外；有的是倾尽所有，处在进退两难之间，碍于尊严不愿发声。也有联创理财产品的销售人员，他们就像是曾经的我，为了业绩而选择无视。身为律师，想要通过法律帮助受害者，但我们却无法替他们决定什么。再说啊，哎哥，你说我这车咋办呢？我还着急上路呢。我都给你说了，这是你的问题。这怎么是我的问题？就你这破车。等会儿再说，等会儿。陈先生，这是我的名片，你要是同意出庭的话，给我打电话。再说吧，啊，再说。随时。哎，好嘞，好嘞。你这个，你说这个就是你的问题，你这你怎么就？你们千万不要告诉我女儿啊，这可是我的养老金啊！我留着钱是以后买棺材的。我女儿在家里是做不了主，我和她都是看着我女婿的脸色过日子，这个事情要他们知道可怎么办呀？阿姨，您放心吧，我们办案子都是保护受害人的隐私的。阿姨，您放心。好的，好的，谢谢你们哈。我们再去找找其他受害人吧，走吧。姐，你慢点啊。确定是这儿吗？确定。李东凯每周三下午4点都会在这准时上货。他对我们明堂一直都有成见，估计一会儿态度也不会很好。我不担心他，我担心你啊，姐。担心我什么？如果对方态度不好，你千万别听，也别动怒。如果要是动手了，你就站远一点，我上就行。您好，请问您是李东凯先生吗？你好。您好，李先生，我是明堂律师事务所的律师陈冉。干嘛呀？赔钱来了？李先生，联创的案子公诉马上就要开庭了，我知道程泰会找您签署谅解书，用来给罗仁年减刑。减不减刑，不知道。但是联创能够提前同意赔偿给我们，我觉得没什么问题。不像有些人呐，一死了之。李先生，很明显，联创这是在把罗润年的罪行往已故的人身上推呀，您难道看不出来吗？随光走远，所谓时间也无法让回忆妥协。I search for truth, my friend, among reason and
你的